Hello， 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这位杰斯绝活哥的一个上单兑现情况哈，然后他的出装符文搭配啊，这把，就是你们喜欢看的内容，我就这么跟你讲，结果都是你们喜欢的结果，我也想尝试一下这种结局，看你们喜不喜欢看这种结局，看了以后会不会脑溢血？前期的话，利用远程攻击，其实前期的伤害跟那个不差的，但吃斧头吃太多了。这里扭的话没扭掉，这有一点过分了。2级。优先2级的，让对方血量上来了，必须得回家补状态，然后再 TP 出来。这里就是一个带传送的好处。前期的话，你想跟防战对拼的话，你就不能吃他的斧头，吃太多的话，真的不好打。这里的话，他是带的猛攻啊，猛攻配3率，这里换血换得很成功，打完一套就拉开。一个炮打断对方回城，对方是没有带传送的，好像是。那这样的话可以尝试吃一下塔皮，因为有爆破的。上来敲一下，直接敲死，这个爆发还是挺高哈。就是这样打爆破的话，最好是用那个锤形态，锤子的话打的感觉更多一些，我感觉。是不是我感觉是我的幻觉是吧？不过锤子的话攻速会快一些，比那个远程的那个攻速快一点点。像得做了星矢以后才比较打得动这个狂战奥拉夫啊，因为对面也出了这个布甲鞋，布甲鞋的话不能跟着对面硬拼。还是得以换血为主。有骸骨，把骸骨打出来了。这里的话就控线就行了。对面的话现在比这边着急的。让他吃了果子，待会他敢就是杰斯有个小技巧，就是他敢上兵线的话就这样子 WQ， 这样的话可以打一个 AOE 伤害，消耗一下对方血量。这里想打个爆破的话是不太可能，毕竟是要注意他的那个锤子的那个，不要被他减速到啊！减速到以后他是100%会上来，直接开大招打你一套。你只要被他斧头丢中的话，无效法球打掉了。这里要控一下蓝量。还是没办法要打断，打完就直接回吗？还是吃个果子接着打？吃个果子接着打。对方看没有？他这里的话是利用那个小兵把那个塔磨掉，不让绝活哥这里吃到那个第3层的那个塔皮，但他回家了，再不回的话得崩。过来打一套，
但吃了大招没办法，可以吃完最后一层。这里的话，最后一层就是塔，就是吃完塔皮以后的那个塔的话，它那个双抗还是比较高的，所以那时候你想单一个人推掉它是不太可能的。这里直接带传送出来，他杰斯带这样带的话，他前期的优势很大，但他后期会有一点点乏力这样子。所以这样子玩法的杰斯呢，就是保证自己前期，后期的话以收割或者补伤害为主。但如果说你想要，但说实话，杰斯这个英雄，你说特别能 C， 就是说一定要有很强续航的话，其实到中期之后就结束了。中期和前期都没问题，但到后期就不行，除非对面也是全是前期的那个英雄。那不太可能，对吧？像对面有飞机、薇恩这种，你到了后期，只要一个那个狂战在那吸引伤害的话，你就不好打了。所以这种局拖到后期，你送一波其实就要输。这里永恩哦，天爵的话选择是互换资源。那这局这边有优势的话，大概率是没有龙魂的，中路线推掉了，那就龙魂这种，只要这边一塔不掉，龙魂的话，大概率是对面是拿不到的，就看大龙团的。有点上头喽。送了一个，那这里的话可以尝试推2塔，应该能推掉吧？这推塔速度还是蛮快的，你看这锤子的那个推塔速度很快啊。维恩的话不敢来打，因为装备上被压制很多。这里的话转过去的话，没有太多的机会，传送的话是没有的。看看能不能收割一波。这里的话，射手看能不能上去给点压力。这里的话锤上来，先秒掉一个，然后再拉开，再炮形态，再收掉一个。哦，这里的话被飞机收掉了。1换3是赚的，然后再加一座塔，经济上是赚的。不过对面推到有个赏金塔。赚的不多了，再打个折扣。不过第一局，按目前来说，我感觉这队友都不咋地，他的队友都有点问题，我就这么跟大家说。可以看得出来，杰斯在单带，其实这里面他就完全打不了了，对面就队友已经不好打了。一塔可以，就是一塔的话可以放掉，就是太想守那个保那个赏金塔了。这里的话，对面飞机跟飞机是挺会玩的，好像没吃到印记，这个。就是千珏一定，他那个释放必须得4秒以后哈，比如说他第一时间给印记给到那个人，他必须得4秒以后完成那个仪式才能。哦妈的，这里送人头给薇恩那些吃助攻，我去，这里好好的一个收割，那他们再追的话就不好追了，毕竟1打2，对面技能已经准备好了。对面后面还有个小鱼人的，炮中。
这里还好换了个位置，差点就被打断了。这里的话，对面维恩还在拉扯，可以打了一波连换3。其实这里的话可以去拿龙了，节奏得快一点，不能给对面拖后期的机会。我天，这卡莎有点离谱啊，盯着冲到人堆里面去打输出是吧？啊，这条龙不会被抢吧？我感觉小鱼人有可能啊，这里被限制了，那对面应该抢不了这条龙了。这条龙的话，看看能不能推2塔和中路高地啊。中路2塔和中路高地，看看能不能推掉。永恩感觉要送，果然，这飞机伤害很高的，因为你看，虽然说你看他前期发育的一般，但他前期伤害还是蛮高的。上来锤一套，这里面装备有优势。上了中路高地，好，这里的话我跟大家说一下，他们这局是输掉了。目前来说，我觉得不太可能输，起码这里看起来还正常一点。这队友哈，我怀疑这局里面其实有演员，有可能是这个排第一的那个打野，就经济第一的打野。这里看看能不能推到扩大优势啊，把那个是推2路高地。这里上想找波机会，对面交闪了。用炮中的话是必死的。这里半肉的话就是偏功能性的，看到没有？他就不能说一直做输出装。这里锤上来，哇，送了一个吗？科学战斧没刮到，永恩这么上送个大人头啊，辅助的人头。哇，巴德大招这么给溜啊！好吧，这个巴德是有问题的，我感觉。对面维恩还没复活，3个残血的话，对面飞机状态很好的，不能再打。这里的话不应该先做大川哦，他说应该先做收集者，因为这局确实好像做收集者会优势会更好一些，没必要做大川家。
但他这局还是选择做了大穿甲。这个时间点的话，要么夜之锋刃，要么做那个，这里先落地就一个人，闪现拉开死了，可血哦，有可血的话没死成，但维恩很敢操作，直接越人堆过来。这千珏不开大，拖时间。好了，飞机，没有太多操作空间了。卡莎回血回上来了，能一波吗？这里的话得扛塔，扛塔的话是能推掉的。这卡莎不去 A 塔，没了，这波一波不了了。其实前面卡莎 A 几次塔的话，应该是能的。这里的话得掉龙了。哦，这里上来两个人伤害很高，可惜狂战，韦恩有保护，那这样的话人头又送出去了，完了哦，就是从这里开始被翻的是吧？哈哈哈。这千珏大招不放了，2波了。前面打得很好，然后后面就送着，这就是演员嘛。感觉这巴德玩得很 low， 还玩得很一般。他大招我感觉没放过好的那种很好的大招，有点像那种查无此人的感觉。这里其实他可以放大招了，但他没有。巴德有大招的，他不放。这里放，这里放的话，其实有点难打。永恩是先死的，这里后续威恩已经起来了，完了后续没了，后续没啦。飞机伤害很高。就算是打到飞机的话，也打不了的。巴德拖时间，拖了好久。再一个 Q 没了。千珏的话应该就上路啊。上下路都一样，其实随便赢的局，但遇到这种千珏的话，真的感觉就像演员，你知道吧？拿着最高经济，然后把团，每次团战都大招不放，不怎么放的他大招。决胜团了，这条远古龙一掉的话，其实这局就没了。哦，这里巴德的大招控了一手，但后续的话。应该是没了，这局应该是被翻了，没机会了。残血，然后韦恩这半血的话，完全就可以尝试收割的。好，永恩掉点，巴德没了。车手的话，嗜血跑，这里嗜血秒一个千珏，
感觉没大招，没大招的话他打不了的。被追上，那没了。前期领先大优势，然后是波送掉了。射手也掉，就一个人，回天乏力呀，真的是没了。啊，这就是你们喜欢看的局是吧？前期大优势，然后后期被翻是吧？然后结束的时候拿个 SVP， 就有时候你会发现，被翻的话，其实就是这种很莫名其妙的被翻。双龙，然后利用这条大龙，团战也打不了。卡6-8-13的卡莎，我感觉这卡莎是一顿操作猛如虎。定睛一看啊，哇，这里大招给了防御塔，就感觉跟你说，就是这巴德的大招，他真的是随便放，然后还有天爵的大招，跟没有一样。这里终于放了个好的，对面有点浪，还有机会吗？但维恩已经起来了，没了，游戏结束。收割掉了。好，第一局的话应该就是这样子了。后面还有好几局，后面还有2局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看呢。